期待，后来的无奈，看遍了人生百态。无奈的后来，原来还期待，学会了放下姿态。你的爱让平淡变精彩，你的关怀让花再度盛开。庆幸你一直在，我们一直都在。痛过几回，谁辜负过谁？多少机会最后都变成了眼泪。慢慢学会微笑去面对，紧紧拥抱相依偎。痛过，所以阳光显珍贵。多少冷风吹干了眼泪，天使微笑相伴相随。你谈心姐，医生伤者右手有轻微的骨折， ，CT scan 的结果怎样？有没有内出血、脑震荡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几4名护士会问的比较详细。初步诊断是没有内出血，不过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 scan 来确保他没事。好，谢谢你。没事了。幸好这还没有什么大碍，姐，你不用太担心了。你先走吧，我想等他醒了再回去。那好吧，我先回去工作了，有什么事你再联络我。啊，别想那么多啊。金祥，我快到了 ，Mr. 丢的家人到了吗？Sorry，怎么是你啊？对不起啊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哎，你知道 ICU 在哪里吗？啊，我要往那方向去，你跟着我吧。谢谢。哎，那我金祥，Mr. 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目前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还在 ICU 观察。我已经通知他女儿了，正等她过来。你们不会就是静好之家的人吧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 Mr. Q 的女儿。走吧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他还好吗？他目前没有危险，不过情况仍然不乐观。我们刚才给他进行了冠状动脉造影检查，发现他有严重心血管阻塞。爸，看你们的样子，我是不是就要死了？不要乱说话。医生说你没事，很快就可以出院。别骗我了，我什么风浪没见过。跟我说实话。医生发现你的心脏有3条血管阻塞，所以才会出现呼吸困难、晕倒的。医生也建议你尽快进行绕道手术，要不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我不动手术。没事的，心脏绕道手术的成功率很高的。我不要冒这个险。你不动手术，就是等于放弃康复的机会。万一手术失败，瘫痪又死不了，不是连累家人。爸，我不怕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照顾你的。所以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陪着敏敏长大，看她嫁人。傻瓜，我命哪有那么长？爸，你就听医生的话，去动手术，好不好？
手术要钱的，无底洞。不用担心，有医疗津贴，不会负担不起的。算了，我都这把年纪，何必花钱救？爸，别说了，我不动手术，我累了，要休息。你们知道吗？人的心情会影响植物的。你们整天愁眉苦脸，长出来的植物会不漂亮的。今天大家的心情都好不起来。是啊，再说那个原本要帮我们卖的那个都不在了。你这样讲，好像那个人已经死了一样。错。啊，美人王他们来了！哎，美人王，美人王，江南怎么样了？对呀，为什么他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？啊，是不是已经上车了？哎呀，乌鸦嘴。放心，他没事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需要留在医院观察。哦，那他什么时候出院呢？应该没那么快。医生说他的情况需要动手术。动手术？这个手术风险不大的，只要他肯动手术，康复的机会很高的。哦，那就好喽。他一定没事，他这么凶，死神看到他都要敬他3分了。对了，美人王，没事为什么突然不做了？对，是啊，难得来一个这么好聊的，说走就走。没有了副经理，我们变成好像没人管了。他离开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，放心吧，我已经在面试了，要请到新的副经理应该不难。什么个人原因？他不喜欢我们呐？不会吧？他对我们很好啊。他对我们很有心的。他发觉到我的裤带太松的时候，他还在裤带上替我打多一个洞。对呀，那时候啊，大耳窿来追债啊，他第一个出来保护我，还替我挡了几拳呢。如果不是他，你真的肉丸变成肉饼了。医师真的很有意思的，活泼机灵，要不然怎么样去应付这群老人家？讲得好像自己不是老人家那样。安哥，怎么了？脚好痛啊！你的脚有水肿，我帮你叫护士。这样会觉得舒服一点吗？谢谢。不客气。罗安，志海，你怎样了？还好吗？没事。让我来。那位安哥需要你帮忙。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妈她可能……那是我应该的。安迪呢？她已经没事了，现在回家休息。来，我扶你上床，慢慢来。小心啊！你会觉得那里不舒服吗？啊，没事。刚做了检查，一切都 OK。慢慢躺下来，小心点。刚才啊，那辆车就这样撞过来，真的被吓死了。笑什么？哦，我只是突然间想到，有一次我们去放风筝，风筝卡在树上，我爬上去捡，不小心跌了下来，把你给吓哭了。这么久的事你还记得？就算到现在，你还这么关心我，我去检查了整个下午，你还在这边等我。啊，你是因为我妈的关系才被车撞倒的。我不关心你的话，就不是人了。哎，有一个叫 Amy 的打了好几次电话来，我没帮你接。哦，Amy 是我的未婚妻。
哦，那你赶快回店吧，免得他担心。一会儿回他。既然你没事，那我先走了。洛恩，谢谢你救了我妈妈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有空来看你。爹回来了，妈，志海怎么样了？他醒了，应该没什么大碍，不过还需要留院观察。那就好。志海这个人啊，真的很不错，不顾生命危险救了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他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叫姐以身相许就好啦。反正人家都向你求婚，就差你点头。我赞成。不要开玩笑了啦，他是真的要结婚，但是不是跟我。怎么会这样的啊？之前不是向你求婚吗？是我误会了。他说想安定下来，是跟他的未婚妻。那他为什么要送你戒指？是他以前呢原本要送给我的，现在只是想把它交回给我，没有其他意思。你看你，人家跟你求婚，你就吊起来卖，现在好了，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妈，你没听清楚我们两个说什么吗？都说是误会了。什么误会？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上门，你却拱手让人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有人送上门是我自己不要的，行吗？哎，你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你到底要什么啊？哎呀，懒得理你，我去冲凉。妈，你不是刚冲凉吗？没有啦，我头发还干干的。我刚才看到你吹头发的。有没有冲凉我会不知道啊？你还比我清楚啊！真是。姐，什么事啊？找你聊天。你又知道我有心事？我可是你妹，怎么不知道呢？那什么？当年志海送给我的。这么久了，你还一直收着？反正不占地方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别想多了。我看得出啊，你还是一直很在乎志海的。我不知道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如果你真的不在乎这个人，你会直接跟我说，怎么可能？其实我也看得出来，志海他没有把你放下。你们两个人经历这么多年还能够相遇，这种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。
不是有句话说吗？人生到了最后，遗憾的不是你做过什么，而遗憾的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去做。我就是怕我自己做了会后悔。再说啊，遗憾不正是人生的常态吗？罗君，跑去哪里？哎呀，在哪里？妈，你在找什么？在找我的金链。什么金链？我跟你爸爸结婚的时候，他送给我的，我明明放在这里的，怎么会不见呢？妈，是不是这一条？是这条。哎，为什么你拿走我的项链？你送给我结婚礼物，你忘了啊？怎么可能？这条项链我很宝贝的，还给我。好，我还给你，姐帮忙。那好，我要去冲凉了，你们出去。我发现妈越来越健忘了，明明洗了澡，她却说没有，连把项链送给我的事情她都忘了。我也觉得最近她的脾气时好时坏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失智症的症状。我们要尽快带她去给医生检查，免得情况恶化。而且呢，不能让她单独出门，以免发生意外。我们2个人啊，白天都要工作，还是尽早请个女佣，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，可以帮我们看着妈。好吧，那我明天午餐的时候呢，我去一趟女佣介绍所。让我去吧，明天刚好我拿假。好，费用我来负责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妈，我也有份，我们1人1半。好吧。要回啦？你的女儿很孝顺啊。是啊，她很乖的。我跟你们走。Mr. Cole， 谁说你可以走的啊？为什么他可以走，我不可以走啊？他给你多少咖啡钱啦？我也可以给你。Mr. Cole， 你不要害我啊！我怎么可以拿你们的钱？我不管，我要回家。OK， 明天轮到你。明天，每次说明天，啊，欺负我老人痴呆，好骗啊！哎呦，不错哦，记性变好了。哼 ，Hello Mr. Ho，Mr. Cole，Mr. 丹，你们好吗？好，不好了，想回家都不可以。Mr. Cole， 你一直说你要回家，我会很伤心的。哎呀，其实这里也不错啊，住得舒服，还有你们这些好朋友啊。是啊，真的可以回家了，反正有点舍不得。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帮你安排了 IHDC 的服务。在这个计划下，你1个星期有2天可以回来这里的 SCC。真的？那其他日子呢？其他日子你会在家，你女儿工作时会有人来你家帮你送饭、帮你冲凉。那很好，我还担心你忙不过来呢。哎，你可以安排流氓来我家吗？流氓是疗养院的职员。如果他3天2头来找你，那 Mr. Cole 和 Mr. 丹怎么办？也是啊。哎，你会不会来 SCC 看我？我也想啊，只是没人不让我乱跑。不过你放心 ，SCC 的副经理梅医师是我朋友，他也很好玩的，只是我比他帅一点。你是不是没做好？对啊，一时忘记。秦叔，我答应你，你有来 SCC 呢，我午餐时间就去看你。你说的啊。爸，我收拾好了。哦。你保重啊。保重。有空回来啊。会的。秦叔，我送你们下去吧。哎，你去哪里？不要走！不要走！
不要走。没事，很快就轮到你了。嗯，真的吗？嗯。请说。我就正式把你交给你女儿了。以后就不能天天看到你啦。可是你可以天天看到你女儿啊。也是，到了这个年纪，能够和女儿在一起是最幸福的啦。嗯，我都替你感到开心。谢谢你啊。再见。再见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，情书？忘了拿东西啊？我忘不了你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我会的。没想到还有人能走出疗养院呢啊！当然啦，这里又不是什么龙腾虎穴的。很多长辈们的想法跟你一样，把疗养院当成是人生中的最后一站。不过事实并不一定哦。没错，只要积极做复健、接受治疗，再加上家人的照顾和支持，就有机会可以回家了。情书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。那么那些没有家人的老人怎么办呢？就算他们没有家人，他们还有我们啊。我们的工作和责任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归属感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对了，医师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辞职啊？这就要问你们的 ADN 啊。他自己辞职的，为什么要问 ADN？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，不过据我所知，医师不是辞职，而是没有通过试用期。为什么？他说是被人出卖了。谁出卖他？他不肯告诉我。哎，现在是午餐时间，要不要一起吃饭？不了，没空。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啊？午餐时间来去匆匆的。算是在赎罪吧。赎罪？下次再跟你吃，拜拜。哎，美女，烧肉饭一包。老板，烧肉饭一包。嗨，怎么是你？上一次我看到你穿这件制服，所以今天特地来找你。你要吃什么？给我一包叉烧饭，放在这个盒子。老板，叉烧饭打包放这里。这个好。你的3块半。哎，美女，你找错钱了。没有错啊，你的3块半加打包的盒子2毛，找你6块3，对啊。我给你的是50块。哪有？你明明给我10块，你也有看到吧？我没有注意。是不是你看错了？50块跟10块差那么多，怎么可能看错啊？你是不是想骗钱啊？哎，小姐，你不要太过分哦！你是不是想故意吃我的钱？吃我豆腐我都还没说，你现在诬赖我吃钱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40块我赔给你。你干嘛要给他钱？够了。对不起啊，应该是误会一场。我现在找钱给你。对不起啊。什么态度嘛？以为自己是宝妹？老板，你干嘛要给他钱？这不是等于承认是我吃钱？没办法，我还要继续做生意的，已经是第2次了，都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。你怀疑我？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我做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干了。老板，饭我不要了。啊？喂，喂，
刚才都不帮我，现在跟着我干什么？刚才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总不能让我乱作证吧？你一定也觉得是我吃人家的钱，我竟然还期待你会帮我作证，真的是太天真了。虽然我没有帮你作证，但是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种事。算了吧，像我这种人经常被怀疑，早就习惯了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怀疑你。你不就怀疑我偷了你朋友的脚车吗？上一次是一场误会，我也向你道歉啦。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我再向你道歉一次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干嘛？警察已经抓到偷车贼了。不可能。真的，他已经把脚车还给我朋友。还有啊，这是你买脚车的钱，还你。你说谎的能力还有待加强。这些钱应该跟警察无关，是你自己想给我的，对吧？我们萍水相逢，为什么要给我钱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没有目的的，我只是看到你刚刚失去了工作，有点担心。不需要你担心，更不需要你的同情。可是你突然辞职，老板又不把这个月的薪水给你，你生活真的不会有问题吗？怕什么？东家不打，打西家，我有手有脚，不会饿死的。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再见。你真的很有骨气。你可不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？你要我号码做什么？偶尔可以一起去吃饭、喝东西的。是不是想追我？你需要这么直接吗？是不是？是。如果你不想给，可以直接说。拿来。喂，你去哪里啊？喂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喂，喂，还我手机啊！干嘛？你快走，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是为你好。老婆，想跑去哪里呀？我们根本没有结婚，你不要这样子叫我。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？我找你找了好久啊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很想念你和敏敏啊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你这个魔鬼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。难道是因为他？不关他的事。不关他的事。哇，你干嘛？哎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啊，英雄救美啊！你不要再来了，你会后悔的。不知道谁会后悔的。够了！小文，你放过他，我跟你走就是了。还有女孩子来保护你。你没事吧？我都跟你讲，不要逼我了啊！快走啊！走开！好了。
没想到你深藏不露。因为我长一个欠打脸啊。小时候经常被同学欺负，有位校工看我可怜，就教我几招拳法。不过他有告诉我，练武术不是用来打人的，是用来防身的。所以不是逼不得已呢，我是不会出手。你刚才应该先走，那混蛋是混帮派的，我担心你会惹祸上身。谁怕谁？我也是有帮派撑腰啊，而且啊，阵容强大，全部都是穿制服的。原来你在说警察。这个人很恐怖，做事不择手段，你还是小心点。你叫我小心一点，那你呢？他是你前男友，那他口中所说的敏敏是？敏敏是我跟他的女儿，今年7岁。我想，你应该不会想再联络了吧？今天谢谢你，再见。昂哥，剩最后2个了，加油啊！很好，最后一个。加油哦！非常好，任务完成。做得很好。谢谢你啊，多亏有你，昂哥进步得很快。哪里？是你每次来陪他练习，让他更加积极。我觉得昂哥的进展真的很不错，下次可能可以让他试比较重的水平，慢慢训练他手部肌肉的耐力。我们也想 increase 他的 shoulder range，可以给他试更高一点的架子。我喂你喝水啊。爹，不用客气。昂哥，我需要回去做工了，我明天再来看你 ，OK？ 不要了，不要赶来赶去。没关系的，反正我工作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啊。我先走啦。昂哥，拜拜。这个礼品你来是谁送的？是不是叶枫？他一直要来看我。是他害死我们的儿子，你为什么还要见他？他的东西我不要。不要。叶枫是好人，那是意外，不要怪他。哇，这条鱼好大！哎，榴莲，来榴莲！哎，榴莲啊，猫山王刚到的榴莲来，耶！
便宜又好吃。哎，榴莲，来，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猫山王1公斤21。21啊？我这里的猫山王很好的，包吃。这样啊，好，那就给我2粒吧。没问题，帮我选好的啊。OK。2粒5.2，算你5公斤好了，105。105，算我便宜一点啊，老板。啊，算你100咯。我不是买给自己吃的，我是买给养老院的老人家吃的。帅哥，我卖榴莲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减价理由。我是说真的啦，老板。不可以啦，100已经很便宜啦。要吗？啊，买就买了。给。还认得我吗？认得。我买了一些好料请老人吃，来 ，Let's go。可是梅德翁说不能让你进去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的名字在黑名单里。怎么可能？美人王让你叫他出来。他在开会。哎，今晚他在忙哦，不然你让我进去放一下东西，我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不可以啦 ，sorry 啊。好吧。Bro， 你在哪里啊？能下来 SCC 一下吗？我早就走了，今天坐半天。本来想找你帮忙的。什么事？你在静好啊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才的。拜拜。我的。超叔，超叔，哎，没事，是你啊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其他人呢？他们刚刚进去活动室。哎，我们一起进去吧。我要是能进去的话，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为什么你不能够进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个美人王不知道怎么了。等等，有榴莲啊！你的鼻子真灵，我买了猫山王啊！你赶快去叫其他人出来吃。好，我去叫他们啊！不要太久啊，这里很热。Hello， 可以吗？跟我去花园。花园做梦？包你满意。老色狼，我才不要！哟，好心没好报了。去花园啊？去哪里？花园。花园？去花园干什么？你很恶心啊，男女通杀。你才恶心啊！满脑子都是脏东西。哎，花园哦，有好料。好料？有好料当然要去了。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去花园看盆栽。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我们自己可以了。不行，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办？我陪你们。没意思啊！你说的好料就是他，我还以为能够看到什么美女，原来是他。哎呀，真的没意思，真的没意思。这你就错了，美女只能看不能吃。我今天带的又香又好吃。榴莲，没骗你们吧，真的是好料啊！快点拿来了，快点！我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洗手啊？等一下。我戴了手套给大家，真贴心啊，真周到啊你！今天糖分很高啊，少吃一点。没事的，用我看这，要不要吃一点？来，这里啊，我们来啊。哎呀，有一个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怎么样？哇，这个好料，真的好料！哎，太久没吃到这么好料，一定是很贵啊！不会啦。哎，校长呢？你们没有叫他？他现在人在医院。发生什么事啊？那天他晕倒了，送去医院检查了，才发现原来他血管阻塞了。
那他没事吧？应该没事啦。Madam Wong 跟金祥说，只要做了手术就会康复了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哇，吃榴莲也不叫我哈？我刚才有叫你，你自己不要来的。你都没有说吃榴莲，我以为你想干嘛？哎，放心啦，没有人讲对你干嘛。吃榴莲，先戴手套。哦，你们吃慢一点啊，不然我没有啊。放心，我还要带多一盒。那这里。哦，还有一盒啊。OK， 谢谢你啊。又苦又甜，就像人生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吃呢？你也吃吧。是啊。哦，不了，我都给你们吃。啊。最好你别吃啊，本来就不够啊。你吃的话，我们会打架的。你们慢慢吃啊，我还带了薄荷糖给你们。等你们吃完之后呢，就把手套脱了丢掉，再吃一颗薄荷糖，回去啊就神不知鬼不觉了。你真的想得很周到哦。不愧是没意思，鬼点子特别多。那是当然。哎，想当年我在学校啊，连校长都拿我没办法。不是我要夸张，我真的是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，是所有女同学的梦中情人啊。说了你们都不信的，真的。说过了吗？会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信口开河，心虚啦。我哪有啊？我买了榴莲请大家吃，你要吃吗？榴莲的糖分很高，要适可而止，尤其是那些血糖偏高的。梅是很有分寸的，他买的榴莲刚刚好，不多不多。我就是担心你们的健康，所以没有买太多，只是给你们解解馋。回去要多喝水啊。好。刚才为什么不拿进来？要让他们偷偷的在花园吃。你还不知道？没人让把我给 blacklist 了，害得我沦落到像那两个闹事的阿龙一样，被禁止踏入静好之家。真的啊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搞得我好像是他的杀父仇人一样。那当时 Madam Wong 是以什么理由叫你离开的？都跟你说了嘛，是我自己失职的。你不用骗我啦，流氓都告诉我啦。臭流氓，那个大嘴巴。他说你是被人出卖的，发生什么事啊？简单来说，我为了帮一个长辈，做了算是违反条例的事情，被美容王发现，那个人就把我给供出来，结果就这样咯。哦，那个人也不算是出卖你啊，你的确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。你真的是美容王的年轻版哎你。这句话我当成是赞美，谢谢。你开心就好。哎，等一下你还有工作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赔给你的脚车，你就打算一直放在那边吗？我现在也用不着啊。那也不能让它在那边生锈啊。说真的，那辆脚车又新又好看，摆在那边确实是有点浪费。你可以把它转卖，或是让给一个更有需要它的人。脚车是你买的，你有权利决定它的命运。走啦。Madam Wong，找我有事啊？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件事，是关于医师的。于是，他又怎么了？我知道他做了违反条规的事，不过他也是为了 Mr. Yang 才会这么做的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会帮他说话？我让他离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作风的问题，而且他向我承认，他来静好之家也是因为你。话到嘴边，勇气总是少一点。其实流星划过那瞬间，我望着你，偷偷许了一个愿，期盼某一天和幸福相见。如果这爱非得有个期限，我想它跟随到我消失那天，温习着你的笑颜。
缠绕缱绻，撰写对你的誓言，一篇一篇，等它渐成缠绵缱绻。